宗主，你也不想流云宗就此没落，被敌对势力吞并吧？真的，只要和你双修，就能助我突破大地境。那是自然。我掌握一门阴阳龙凤诀，只要双修，就能够让宗主你修为大进。宗主，如今衍日宗虎视眈眈，我流云宗没有一位超越大地境的强者坐镇，随时都可能有灭亡的危险。事到如今，你难道还在乎你那一点清白吗？这竟然是一本大地境的双修功法。我们都是为了宗门的未来而现身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情我绝对不传出去。罢了，如今流云宗大敌当前，强敌环伺，为宗门的未来做出一些牺牲，值得。恭喜宗主完成和女帝双修任务，神级至尊系统绑定成功，您的修为提升至准帝，您获得了大地召唤卡，获得了万道龙皇体。系统可算是觉醒了。这阴阳龙凤诀果然不凡，我的修为瓶颈确实有了松动。为何叶青云却还是筑基期？你醒了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很有用？修为即将突破。这功法确实有用，你先回去吧，下次我还会找你的。乖乖，这不是把我当立功了吗？算了，为了宗门的未来，我得牺牲一下。对了，3天后是宗门收徒大会，你记得不要迟到。知道了。地界，这就是准帝的力量。这下看谁还敢说我叶青云是废材！系统，使用大地召唤卡。拜见主人。风清扬，以后你就在我身边暗中护持。是，主人。从任人欺凌的筑基期蝼蚁，到如今的准帝，还有大地强者护道，系统果然给力。不过，流云中的死对头衍日宗，宗内可是有圣地境强者坐镇，据说他们的老祖更是在冲击那传说中的境界。我必须尽快变强，否则宗门危在旦夕。老峰主待我不薄，我绝不能让他失望。峰主，宗门召开收徒大会，宗主让我来请您过去。知道了。这个叶青云，宗门收徒大会竟然也敢迟到，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哼！宗主，叶青云目无宗门法度，如此盛会也敢缺席，分明是没把您放在眼里。不错，此子好吃懒做，入宗30年仍是筑基期，竟还窃居青云峰峰主之位，还有什么资格坐在这里？随手便是地境功法阴阳龙凤诀，还能助我突破瓶颈，他绝不可能是筑基期。不过他平日里确实是懒散了些。哟，各位长老都在呢，真热闹。哎呀，师叔，您可算来了。哼，徐振斌，你竟被区区一本画册收买，我流云宗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师叔，您别误会。够了！收
收徒大会现在开始。那画册上到底画了什么，能够让几大峰主如此沉迷？收徒大会正式开始，凡被我念到名字者，上前来测试根骨。蔡坤，根骨尚可，通过。木白，紫气重霄，这是准帝之姿啊！此事与我剑锋有缘，他是我的弟子。放屁！这等天纵奇才，只有我丹峰才能培养。这等璞玉，当入我阵法峰。够了，肃静！小伙，蓝色光芒，这是什么品鉴？我都没见过这么暗的。这个废物，你敢来参加收徒大会，真是浪费大家时间。凡品根骨都算不上，简直是修道界的耻辱。小伙不合格，下去。检测到气运之子出现，气之子，万倍的慢着，慢着！你何愿拜我为师？他是谁啊？青云峰那个万年筑基的峰主叶青云，他有什么资格收徒？那萧火的修为，貌似都已经筑基期了吧？一个废物要收另一个废物，我看是绝配啊！叶青云，你竟然收一个蓝色根骨的弟子，简直就是玷辱我流云宗的名声！一个蓝色根骨的弟子，怎么能够拜入我流云宗？周围的讥讽声浪一波波传来，刺耳无比。但此刻他的眼中只有这位青云峰主。弟子萧火，拜见师尊。叶青云这家伙明明得了天大机缘，为何行事还是如此随意？竟然收下了一个蓝色根骨的废材。什么样的师傅就收什么样的弟子，废材配废材，倒也相得益彰。丁，
恭喜宿主收下气运之子，正在帮您为气运之子觉醒天赋，觉醒天赋成功。他不是一个废柴吗？怎么会有这么恐怖的气息？这是什么天赋根骨？竟然如此恐怖！这个气息是……这股气息是混沌剑体。混沌剑体，传说中万年不遇、同阶无敌的至尊体质，怎么会出现在一个蓝色根骨的天才身上啊？真的是混沌剑体。传闻此体质一经觉醒，便可引动天地异象。叶青云，他到底是如何看出来的？难道他收徒之时，便已洞悉了一切？混沌剑体！孩子，快起来，别拜那个废物了！你可愿拜我为师？我是药峰峰主，只要你来，我峰内所有丹药任你取用。祝你1年之内突破金丹！别听他的，丹药算什么？来我峰，毕生阵法倾囊相授，让你的剑气与万千阵法融合，届时你将同阶无敌，越阶杀敌如土狗啊！滚开！你们有什么资格跟老夫争夺弟子？小家伙，拜我为师，我可助你完成大仇，震杀一切仇敌！来我峰，拜我为师！我已经有了师尊。萧火的眼神穿过各长老的脸，最终定格在高台之上。你说的是他，叶青云？糊涂！你可知道，你的师尊才不过筑基期，你这等万年难遇的天赋，拜入他的门下，简直是明珠暗投，暴殄天物啊！孩子，你可想清楚，他能给你什么？是能让你见到东神的地境功法，还是能让你修为一日千里的极品丹药？这些他都没有。一日为师，终身为师。哼，哈哈哈哈哈！好一个一日为师，终身为师，好啊！这叶青云，你不过区区筑基，有何德何能，敢收混沌剑体为徒？你只会耽误一个未来的剑帝，是宗门的罪人。哦，是吗？耽误他？一股无形的威压如海啸般席卷整个广场，空气凝固，灵气停滞。准帝，你怎么可能？那个好吃懒做、被宗门公认为废材的叶青云，竟然是准帝强者！我就知道，能够看穿我的隐藏体质，并且帮我觉醒的，怎么可能只是外界传言的那种筑基期？不可能，他怎么会是准帝境？
他拜入宗门不过30年，30年来，他每日不是在睡觉，就是在闲逛，能躺着绝不站着。这样的一个人，怎么会突然成为准地强者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师尊竟然是准地强者，没想到师尊如此之强，竟是屹立于大陆之巅的准地。太好了，有师尊在，我的大仇必能得报。宁采薇，你当年退婚之辱，待我香火修为大成，定会亲自上门向你讨要一个说法。准帝，他竟然是准帝！我刚才竟然在呵斥一位准地强者，哎呦，我真是找死啊！师叔竟然是一位准地强者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满打满算，他今年也才30多岁，太不可思议了！30多岁的准地强者，简直离谱！天呀！那个流云宗最大的笑话被我们诟病了30年的废材宗主，一个准地强者，在我们宗门当了30年废材。起来，走了。是师尊。原来这就是装逼的感觉，30年了，还真是该死的舒爽。他真的是准帝，那个天天躺在山头晒太阳、沉迷画册的废物宗主。一位准地强者在我们流云宗装了30年废柴，图什么呀？到底是为什么？准帝师尊，有师尊的指点，我的混沌剑体必能真正觉醒，我的修炼之路必将一日千里。宁采薇，您等着，待我神功大成之日，就是尔等为当年的羞辱付出代价之时。这里就是青云峰，以往宗门弟子避之不及的废峰，如今在我看来，却是一处藏纳真龙的世外仙境。恭喜宿主成功收下气运之子为徒，觉醒万倍返还功能。您触发了万倍暴击，您获得了混沌神剑体，您获得了混沌剑经，您获得了异火混沌青莲火。混沌神剑体居然比萧火的混沌剑体还多一个神字，还有混沌剑经，异火榜上排名第3的混沌青莲火。系统，你真是我的神！师尊这是在感悟天地大道吗？居首不如今，正与这方天地融为一体，我绝不能打扰师尊。吸收混沌神剑体。这是剑意，仅仅是师尊无意识散发出来的气息，就如此恐怖。这就是混沌神剑体吗？体内剑意纵横，感觉一念之间便可斩破苍穹，实力又精进了。不过仅仅如此的话，想要覆灭炎日宗还差得远。混沌剑经，正好，也该给你这个徒弟一点见面礼了。这是何等恐怖的功法！这
其中蕴含的剑道法则，比我之前见过的任何功法都要浩瀚万倍。这简直是神级功法！师尊传法之恩，弟子永世不忘。既然你已拜入我青云峰，便是我的弟子，为师定然不会亏待你。但这修炼之路，终究要靠你自己去走，为师只能引你入门。3年后便是宗门大比，你可不要给我青云峰丢脸。请师尊放心，弟子定然不会为青云峰丢脸。3年之后，我定会打败所有人，夺得魁首。不错，有混沌剑体和混沌剑心，这宗门大比对你而言不过是起点罢了。好，你有此心甚好，去吧，就在这峰上寻一处地方，好生修炼，参悟功法。仅仅半个月，准地中期的瓶颈就已经松动了，距离突破只有1步之遥。混沌神剑体与万道龙皇体相辅相成，修炼速度何止倍增，再加上这混沌青莲火，如今我的实力，寻常准地恐怕已接不下我一剑了。不过根基为重，突破之事不急于一时。叶青云，来我洞府一趟。哦，看来是我们的姬宗主冲击大地境的瓶颈，又需要我帮忙了。宗主，这是修炼又遇到了瓶颈？我没看出来，你竟然是准地境界。你终日在青云峰上那般懒散，是如何修炼到这个境界的？哈，不过侥幸突破罢了，恰巧得了些特殊的机缘。叶青云，我体内的灵力即将失控，唯有你的阴阳龙凤诀才能助我，还请助我修行。随着2人4掌相对，玄奥的气息弥漫开来。洞府内一龙一凤虚影冲天而起，盘旋交织。姬凝霜体内的地境法则越发圆满，看来距离真正突破只差这临门一脚了。而我这一次双修，准地中期的瓶颈也彻底松动了，回去稍加闭关，便可水到渠成。你回去吧，等我下次再找你。宗主这是把我当成什么了？随叫随到的修炼工具吗？你若不愿，那便算了，本宗主自己想办法。宗主乃东周百花榜第1，能为宗主效劳，我岂能不愿？不过是开个玩笑罢了。一切都是为了宗门，为了宗门的发展。这混沌青莲火，不愧是异火榜第1。以我如今准地中期的实力，也只能尝试初步炼化。总算是初步炼化，不仅将准地中期的境界彻底稳固，实力更是精进了不止1筹。
这第一异火果然霸道，有了它，我的战力又将是另一番天地。恭喜宿主成功炼化异火，您的修为突破至准地中期。我这就要突破到准地中期了吗？这速度也太快了吧！这就是准地中期的力量吗？比起准地初期，强大了10倍不止。再加上这异火，大地之下，恐怕将再无人是我的对手。这股威压是师尊，师尊又突破了。我没记错的话，师尊今年貌似也就比我大5岁，我苦修多年才不过筑基期，而师尊却已经到达了准地中期。众门内的人都说我是天才，但相比起来，师尊才是真正的天才啊！不，是万古妖孽。弟子萧火，恭喜师尊修为再进一步。起来吧，不过是有了些许机缘罢了，算不得什么。师叔，弟子感应到青云峰灵气异动，特来道喜。恭喜师叔踏入准地中期。你怎么来了？回师叔的话，弟子正在执法殿附近修炼，感应到师叔您这边惊天的突破气息，心中震撼，特来瞻仰道贺。我记得你之前好像得了一枚异火啊，是啊，侥幸所得。哦，给师叔看看。师叔，您知道的，我这个人有点原则，女人和异火，概不外界，也不轻易展示的。这执法长老好大胆子，竟敢拒绝师尊！这是9天仙女沐浴图的孤本。师叔，我的原则只是针对旁人，可从来没有约束过您呐。您想看，弟子随时为您展示。师叔，您请看，此火乃是异火榜上大名鼎鼎、排名第10的青莲古火。当年我为了得到它，可是九死一生，此火威能无穷，焚山逐海，不在话下。确实不错。那你再看看我这一啊，我这青莲古火剑修都得递上3分，是吗？那看看师叔的这个。这正是传说中异火榜第1的混沌青莲火。这就是师尊的实力吗？连传说中的第1异火都能信手拈来。执法长老引以为傲的青莲古火，在师尊面前简直如烟火与皓月。小雪，你那个排名第10。这师尊恕罪，弟子有眼不识泰山。
弟子啊，就是一撮凡火，怎敢在您这神火面前班门弄斧？眼力不错。这小子叫萧火，却没有一火怎么能行？师尊，这太贵重了，弟子刚才还在为青莲蛊火沾沾自喜，结果师叔他转手就将传说中的第一异火本源，像送糖豆一样送给了萧火。师叔，您还收弟子吗？您看我怎么样？我也是准弟子制啊，求师叔收下我吧。准帝不行，天帝还差不多。弟子谢师尊再造之恩，此恩此情，弟子永世不忘。想我徐振斌修行1000年，历经生死，才得一缕残次蛊火，这萧火何德何能？不仅有师叔为其觉醒混沌剑体，如今更是随手就赐予了传说中的第一异火。行了，快擦擦你的口水吧，不知道的还以为青云峰发大水了。师叔啊，可惜我徐某飘零半生，未封明主，公若不弃，我愿意。去，你都1000多岁的老怪物了，还想学人家三顾茅庐，还想拜我为义父，你这张老脸还要不要了？好了，为师能帮你的就到这里，接下来你便在此地闭关，将这道混沌青莲火的本源彻底炼化。弟子遵命，定不负师尊厚望。哼，3天，仅3天就从筑基突破到金丹，这已经不是天才了，这是妖孽！恭喜宿主，您的弟子萧火突破了金丹境，触发10000倍暴击返还。恭喜宿主，您的修为提升至准帝后期。这股力量，貌似这就准帝后期了。徒弟不过是突破一个小小的金丹境，我竟然直接从准帝中期跳到了准帝后期，这10000倍返还系统简直是逆天，太逆天了！这股力量，现在的我只需要1根手指，便能轻易碾碎准帝中期的强者，就算是出入大地之境的存在，恐怕也挡不住我一拳。这是师尊的气息，怎么会如此？这是又突破了！我真是井底之蛙，和师尊比起来，
我这点成就又算得了什么？师尊才刚刚突破准地中期不久，现在就又突破到了准地后期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这股气息是师叔，他又突破了。这才几天，这还是人吗？这股气息是叶青云，他竟然这么快就突破到了准地后期，难不成和本宗主双修真的有这么大的作用？宗主，你叫我。这段时间你为什么修为突破的这么快？当然是因为我们双修了。竟然真的这么有用！如今宗门重敌环伺，局势危急，为了宗门存亡，还需要宗主多多劳累。为了宗门，这双修之法果然妙不可言。终于突破到了金丹中期，加上师尊给我的混沌青莲火，3年后的大比，我定然能够拿下第一。那是青云峰的方向，这动静莫非是香火突破了？香火拜入青云峰，才不到1年吧？不到1年，修为就已经到了金丹中期，这修行速度未免也太快了吧！恭喜宿主，您的弟子香火突破了金丹境，触发10000倍暴击返还。哈哈，这香火还真是我的福星啊！这么快就突破到了金丹中期，不枉我将混沌青莲火送给他，这波血赚。金丹护系成了，还有2年，按照这个速度，宗门大比前我必能达到金丹大圆满，甚至冲击元婴。这一次大比，无人能挡我，我也终于能成为师尊的骄傲了。这气息是师尊，师尊他又突破了，这怎么可能？恭喜宿主，您的弟子香火修为突破到金丹后期，触发10000倍暴击返还。恭喜宿主突破至准地后期巅峰。准地后期巅峰，舒坦。我的天哪！叶氏叔祖竟然又突破了！这动静太逆天了吧！距离上次突破才多久？叶氏叔祖的弟子香火已经是千万里挑一的天才，没想到叶氏叔祖的天赋比他徒弟还要恐怖100倍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准地后期巅峰，距离大圆满只有1步之遥，这一步我足足走了1000年呐！哈哈哈哈哈！这股气息是青云峰
怎么可能？师叔又突破了！我苦修1000年才突破，他喝个茶就突破了！我操，这还有没有天理呀？师傅，怎么样？明年便是外门大比，可有信心拿下此次外门第一？师尊放心，这3年来，弟子已将修为提升至金丹大圆满，定然不会辜负师尊的期望。好，师叔，你的弟子可有把握拿下此次大比？他懂什么教徒弟？切，那不妨来赌一赌。现在在我这里开盘，就赌小伙能不能成为第一，1比100的赔率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下1万灵石，赌小伙拿不下第一。我下10万灵石，赌小伙拿不下第一。那慕白天赋极高，短短3年就已经练到了金丹大圆满。师叔，你知道的，我向来不喜欢赌博的，这1000，意思意思就够了。外门大比第1场，小伙对战赵长庚。金丹大圆满，这怎么可能？他竟然也达到了金丹大圆满！一招，他只用了1招。谢师叔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。你看我那10万灵石，我现在敢压香火营，还来得及吗？对，叶师叔，我也敢，我那注不算。抱歉，诸位，开战即封盘，这可是规矩。金丹大圆满又如何？墨白可是同境界无敌。没错，墨白师侄乃天阳神体，这小伙不过是侥幸赢了1场，下一场遇到墨白必败无疑。你似乎对萧火格外有信心。哼，诸位长老，我这不成器的弟子表现的还可以吧？哼，不过是些外门末流，能不能击败墨白还两说呢。外门大比决战，小火对战慕白。终于对上慕白师兄了。这萧火虽然强得变态，但慕白师兄可是……萧火算什么？慕白师兄才是真的厉害！天阳神体，铜镜无敌，这匹黑马也该到头了。
没错，慕白师兄必胜。没想到，当初那个丹田破碎的废材，竟然能走到我面前。不过你的黑马之路到此为止了，外门第一，我势在必得。哼，慕白师兄，小心了。怎么可能？怎么会这么巧？我的天妖神力竟然不堪一击！此战，萧火胜！好，不愧是我的好徒儿。哎呀，多谢诸位长老此次的慷慨资助啊，足足有100万灵石呢，本座就却之不恭了。操！为什么？为什么我只买了1000灵石小火营啊？但凡买个10万，老子现在也发达了。准帝后期，力量果然是天壤之别。如今的我，一指便可碾碎准帝中期。检测到气运之子10天出现在红树林，请宿主前去将其收为弟子。又一个气运之子，一个消火就让我的修为连跳2级，再来一个，岂不是要直接冲击那传说中的圣地境？萧红，为师要出去一趟，从今天起，你要多一个师弟了。师弟能被师尊看中的，天赋定然也是万中无一的绝世天骄，不行，绝不能被师弟比下去，丢了大师兄的面子。你们想造反啊？我可是天武帝国的太子，我父王不会放过你们。石天，你还当你是我天武帝国的太子？你现在只不过是一个被夺走了至尊骨的废物。如果不是我被暗算，我岂能落到如今这副田地？杀！说得好。阁下是谁？为何要插手我天武帝国的家事？少年，你可愿拜我为师？弟子石天，拜见师尊。从今以后，你便是我座下二弟子，由我护着你。第2位气运之子，到手。阁下，这石天乃是我天武帝国的叛徒。我奉国君之命，将他就地正法，还请阁下不要阻拦。荒谬！我那天武太子天生至尊骨，若非石一那个畜生挖去了我的至尊骨，我岂能修为尽失？至于叛徒，更是无稽之谈。
哦，被挖至尊谷的天命之子模板吗？真有意思。退去吧，本座不愿妄造杀业。阁下，莫非要与我天武帝国为敌？我国君乃是大地境强者。聒噪！跑啊！将军被杀了！准地境的宇文将军就这么没了！快逃啊！快逃离这个魔鬼！师尊救命之恩，弟子无以回报。弟子石天愿终生侍奉师尊身旁，若有违背，天诛地灭。恭喜宿主成功收服第2位气运之子石天，触发万倍返还。恭喜宿主获得无上至尊骨。恭喜宿主获得大道重瞳。恭喜宿主获得补天丹1瓶。恭喜宿主获得特殊奖励千年苦修卡1张。至尊骨重瞳，石天，你的机缘现在是我的了。收个徒弟，便能凭空得到他人梦寐以求的体质与修为，这系统当真霸道。弟子恭迎师尊回山。此人名为石天，从今日起，便是你的师弟，你好生照看。师尊，我这师弟好像是个废人，他体内虽有至尊气息残留，但他的至尊骨竟已被人活生生挖走了。你眼光不错。既然他也是个废人，灵根尽毁，道基破碎，师尊您还救他做什么？气运一说，玄之又玄，他能遇到本座，便是他此生最大的气运，就好像当初的你一样。这是至尊骨。师尊，您竟然还有这等逆天手段！石天他明明已经是个废人，您竟然能凭空造出一根新的至尊骨，为他重塑道基。既然是本座的弟子，只有至尊骨怎么够？我的力量回来了，不，比以前更强了。弟子石天拜见师尊，
多谢师尊救命之恩，赐予再造之恩。陛下，大皇子他逃走了，追杀失败。哦，他是怎么逃走的？修为全废，又有宇文将军这位准地强者追杀，竟然还能逃走？启禀陛下，是一个被流云宗青云峰的峰主叶青云救走的。据说叶青云还收他为徒了。不仅如此，宇文将军也被那叶青云给杀了。叶青云救走10天做什么？奴才不知，但那叶青云的修为貌似已经达到了准地大圆满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准地大圆满，区区一个准地大圆满就敢诛杀朕的爱将，10天活着终究是个隐患。立刻派遣使者前往流云宗，让他们将10天交出来。若是流云宗敢阻拦，便是与我天武帝国为敌，不死不休。姬宁双宗主，你们青云峰的峰主叶青云胆大包天，击杀我天武帝国宇文将军，更劫走了我朝重犯10天。还请姬宗主立刻将10天交出来。只要你们交出10天，叶青云斩杀我朝大将一事，陛下可以既往不咎。放肆！一个使臣也敢在我流云宗大殿上大放厥词，简直欺人太甚！先不说事情原委，我流云宗的人何时轮到你们天武帝国来审判？这叶青云到底在搞什么鬼？宗门本就面临衍日宗的威胁，他竟然还敢节外生枝，招惹天武帝国。叶青云竟然为了一个废太子，杀了天武帝国的准地将军，这不像是他的行事风格。使者稍安勿躁，我这就去将叶峰主传唤过来，问个清楚。果然不出陛下所料，宗主竟然如此软弱，那就有劳姬宗主了。我等就在此等候。是谁要见我呀？叶青云，你看看你干的好事，你自己跟天武使者交代吧。你就是叶青云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斩杀我天武大将，劫走我朝重犯10天。不过我天武陛下一向仁德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你现在立刻交出10天，此事我天武帝国可以既往不咎。天武帝国让我流云宗交人，你也配？我看你们是活得不耐烦了，一个小小的帝国也敢来我流云宗撒野。回去告诉你们天武皇帝，10天如今已经是我的亲传弟子，我是不可能交出来的。你这是在向我天武帝国宣战？若不然，便等着我天武帝国大军压境吧！你不来，你是孙子，少在我流云宗耀武扬威，赶紧滚回去告诉你们的皇帝，洗干净脖子等着。好，谢青云、流云宗，你们给我等着！叶青云，那10天我曾有所耳闻，据说其天生至尊骨，本是顶级天才，但前段时间至尊骨被替，已成废人。为了一个废人得罪天武帝国，叶青云，如今我流云宗本就大敌当前，你把宗门的未来置于何地？狂妄自大，不知天高地厚。宗主，此事绝不能由着他的性子来。
必须给天武帝国一个交代。我看你们是安逸日子过久了，连骨头都软了。一个区区天武帝国，就让你们怕成这样？你这是要把流云宗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，不知天高地厚。给我住口！再吵下去，是想让外人看我流云宗的笑话吗？此事我自有决断，你们都先退下。很快，偌大的殿内只剩下姬凝霜与叶青云二人相对而立，气氛再次变得微妙起来。罢了罢了，事已至此，多说无益。既然已经将天武帝国给得罪了，那便得罪了吧。哈？宗主，越是大敌当前，我们流云宗越要展现出强势的一面，否则岂不是给人感觉任何势力都可以来踩我们一脚？说得好，你为我流云宗惹来强敌，我作为宗主，岂能不加倍提升实力？只有我突破大帝后期，才能真正对抗天武帝国的威胁。叶青云，你可明白？早知道就不收拾天位图啊！这半个月简直是把我往死里炸。这女帝根本就是个修炼狂魔。唉。就快了，就快要突破到大帝后期了。这双修之法果然强大。叶青云这准帝倒是好用的很。陛下，陛下，你要为老奴做主啊！讲。那叶青云，他不仅杀了宇文将军，扣押了10天太子，还当着流云宗众长老的面，说让你和整个天武帝国洗干净脖子等着。哼，好一个流云宗，好一个叶青云，竟敢如此蔑视朕，蔑视我天武帝国！传朕旨意，召集我天武帝国所有强者和军队，大军压境。朕倒要看看他流云宗有何底气，敢与我天武帝国为敌！叶青云，任你再强，能与一国为敌吗？这下看你怎么死！世尊必然是为了我的事儿，才会被天武帝国逼迫至此。是我连累了世尊。你这是为何？世尊，前些时日，天武帝国的使者前来，我已经知晓了，是弟子连累了世尊，连累了整个流云宗，请世尊将我交出去，我绝不允许流云宗因为我而造成任何损失。天武帝国算个毛，他们敢来，我便给他们全杀了。你安心修炼，这是为师给你准备的丹药。你的当务之急是恢复修为，其他的事不必多想。世尊如此待我，我10天若不以命相报，誓不为人。
天武帝国倾巢而出，只怕将会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恶战。虽然我已是准帝后期，但天武皇室底蕴深厚，大地强者绝不止一个。以我现在的实力，恐怕讨不到什么好处。但是，我有底牌。风清扬，主人。接下来可能会有一场恶战，你好生准备。主人放心，即便是圣帝降临，老奴也会拼上这条命，保护主人周全。行了，退下吧。姬宁说：“这半个月的双修，虽然我法力近乎枯竭，但也并非没有好处。体内的阴阳龙诀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滋养，我那困顿已久的修为瓶颈竟然彻底松开了。天武帝国以为我已是强弩之末，却不知这正是我突破的绝佳时机。这一次定能踏入准帝大圆满。”准帝大圆满，终于到了这一步，我已经能触摸到大地境的门槛了。天武帝国石汉山，这下距离大地只有一步之遥了。你们的死期到了。师尊为我重塑至尊骨，赐我重瞳，此等再造之恩，粉身碎骨亦难报答。我一定要尽快成长起来，为自己报仇，更要为师尊分忧。金丹大圆满，我竟然直接突破了金丹大圆满！我的天赋竟然比被剔除至尊骨之前还要强大数倍！这一切都是因为师尊帮我重塑了根骨，给了我新生。这一切都是因为师尊。恭喜宿主，您的弟子10天突破到金丹大圆满，您获得了万倍暴击，您的修为提升至大地境。大地境算是突破到了大地境，不枉我为了10天彻底得罪了天武帝国，更不枉陪着那女帝双修了半个月，这一切都值了。只要我突破大地境，虽然还不是那衍日宗老祖的对手，但至少能够解决目前的难题了。再加上风清扬，区区一个天武帝国，还不是手到擒来？那是什么？好恐怖的威压！我感觉自己的灵魂都在颤抖。这股气息，
我曾在宗门古籍中见过描述，错不了，这是有人在突破大地境。大帝，我刘云宗要诞生一位大帝了吗？这个方向是师尊的洞府，这股气息浩瀚霸道，凌驾于众生之上。师尊，这是要突破大地了。师尊今年才30多岁吧？这就要突破大地境界了？这是什么修炼速度？纵观古今，整个天下还有人的天赋能够超过师尊吗？这已经不是天才，这是神话。师叔突破了，是大帝呀！宗主、大长老，天武帝国的大军已经陈兵边境，指名道姓让我们交出10天。如今我宗元气大伤，实在经不起另一场大战了呀！是啊，此打上正是宗门的未来之党啊！放屁！什么天武帝国？欺人太甚！他们也想站在我们刘云宗的头上拉屎。要我说，打，直接开打！我刘云宗弟子没有一个是孬种。我不同意，绝对不可能将10天交出去。叶青云乃我宗青云峰峰主，10天是他唯一的亲传弟子。今日交出10天，打的是叶峰主的脸，更是打我们整个流云宗的脸。我宗威严何在？季宗主，此一时彼一时，现在不是讲脸面的时候啊！不讲脸面，难道要讲怎么跪下吗？够了！姬凝霜，你身为大宗主，竟如此意气用事！10天至尊骨被废，已然是个废人。为了一个废人，你要葬送我刘云宗数千年的基业吗？大帝，这是大帝的气息！宗门之内，竟然有人在此时突破大帝！是谁？究竟是谁？不会错的，这气息是青云，他要突破大地境了，怎么可能？他才30多岁啊！这是怎么可能？快去星云峰看看！走！庆云，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。
叶青云，怎么会是他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大地天劫，这真的是大地天劫！他要渡劫成帝了！那个被我们视作宗门未来的青云峰主，竟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！原来这才是你真正的底气。面对天武帝国，你从未怕过，因为你即将君临天下。我的天，师叔竟然要突破大地了！师叔的天赋是真的逆天呐！我没记错的话，他才30多岁了，而且我平日里从来没有见到过他修炼，没想到这叫大地了。唉，我都快2000岁了，至今也才准帝初期，果然人比人气死人啊！大地天劫岂是这么容易渡的？只怕下一个就要神行去灭。哼，老夫被困准帝巅峰1000年，连引动天劫的门槛都摸不到。他一个毛头小子，不知天高地厚，终将化为飞灰。青云真的能够突破大地吗？他才30多岁啊！即便是本帝，当初也是在100多岁时才九死一生突破成功，就这样还被师尊称为东周万年难遇的天才。难不成和本帝双修，好处真的有这么大？可为什么我没有感觉到修为有明显的增长呢？完了！混沌神剑体，万道龙皇体，开！这是99归一大地劫，9劫合一，天道不容啊！完了，就算是真正的大帝来了，也挡不住这必杀一击呀！成功了！他竟然真的成功了！竟然真的突破大地了！这个时候，我若公开我和青云结为道侣，宗门的人应该不会说什么闲话了吧？不行，现在宗门大敌当前，我岂能顾儿女私情？师叔，您太强了，请收我为徒吧！师叔的天赋实在太强了，师叔竟然才30多岁就证到大帝了。30多岁的大地强者吗？这就是我的师尊吗？所以，这就是师尊所说的让我不要怕的底气吗？边境启禀陛下，边境急报，
那流云宗青云峰峰主叶青云目前渡劫已经突破到了大地境。哼，大地又如何？不过初入大地罢了。大将军乃大地后期强者，杀他如屠狗。军队集结的如何了？回禀陛下，大概还有1个月的时间，便可集结100万雄师，兵临流云宗山下。1个月，好，那就让他们再多活1个月。1个月后，朕要亲眼看到大将军宇文言踏平流云宗，让世人知晓忤逆朕的下场。陛下神威盖世，区区一个新晋大帝，弹指可灭。流云宗负隅顽抗，必将飞灰烟灭。父皇，父皇，何事如此惊慌？父皇，儿臣请您收回成命。天武与流云宗一旦开战，必将血流成河，生灵涂炭呐！一切因果皆由至尊骨而起。若父皇是为了给大哥出气，那便将儿臣体内的至尊骨挖出来，还给大哥吧。只要能平息战火，儿臣万死不辞。混账！事已至此，你才来行妇人之仁，晚了！给朕记住，为帝者最近心慈手软。朕的江山是杀出来的，不是求出来的。儿臣知道错了。10天呢，10天，我的好大哥，你以为有了叶青云撑腰，就高枕无忧了吗？父皇的大军一到，你们都要死。这次我看你还怎么活！叶峰主，恭喜你看破地境。师尊，你简直就是我的偶像，太强了！叶峰主，大恩不言谢。无妨。唉，即便叶峰主突破大地又如何？那天武帝国的皇帝石汉山乃是大地后期强者，我们如今宗门内最强者，也不过才大地中期的宗主，如何对付天武帝国？是啊，若是师叔祖还在就好了，有他老人家在，10个天武帝国也不敢来犯。师叔祖只不过是外出游历，但却有人认为师叔祖已经陨落。这些宵小，便是想要趁着师叔祖不在，给我们流云宗带来毁灭打击。宗主，眼下大敌当前，说这些又有何用？不如就将那10天交出去。为了一个至尊骨已废的废人，让我整个流云宗数万弟子跟着陪葬，这值得吗？谁说我的弟子是废物的？10天，过来。10天，让他们见识一下你的天赋。这是至尊骨的气息，他的至尊骨不是废了吗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们看他的眼睛，不只是至尊骨，那是重瞳。哈哈哈哈！我就说嘛，师叔慧眼如炬，怎么可能会收一个废物当弟子呢？我赞同，说得好，好啊，不错，至尊骨本就万古无一，再加上天生重瞳，这种资质亘古罕见，将来若不陨落，至少也是一位大帝大圆满。若是再有机缘，甚至有可能突破那传说中的圣地境界。叶峰主，之前是我们有眼无珠，误会你了，没想到10天的天赋竟然如此出众。哎，是啊，此乃圣地种子，是我流云宗未来的希望。天武帝国想要人，他们做梦。
我们流云宗就算是战士最后一兵一卒，也必须要将尸体保护好。是啊，对呀。你不要有压力，好好修炼，尽快成长起来，将来为宗门遮风挡雨。至于他们，也不要怪宗门长老们之前对你的轻视。弟子从未有过这样的想法。弟子走投无路之时，是流云宗收留了弟子，宗门大恩，十天没齿难忘。弟子岂是那种忘恩负义、两面三刀之辈？有此心性，何愁大事不成？不错，天赋绝顶，心性更是纯良坚毅。此子日后必是我流云宗的擎天之柱啊！是我们老糊涂了。可惜了，10天虽是圣地之资，但成长尚需10日。如今师叔祖他老人家不在宗内，不然的话，又岂会出这种事情？没错，若是师叔祖还在，区区一个天武帝国，敢如此欺上门来，借他10个胆子也不敢。何止是不敢，以师叔祖他老人家的通天修为和护短的脾气，早就将天武帝国给灭了。对呀。师叔祖，如果老头子还在的话，怕是早就一巴掌将那天武帝国给灭了。也不知道他老人家到底去了哪里，一声不吭就跑了。不过他老人家毕竟是圣地强者，讲道理，这大陆之中应该没有人能够悄无声息地将他斩杀吧。休要多言，师叔祖不在，我流云宗便任人宰割了吗？全力备战！谨遵代宗主法旨。叶师弟，你刚突破大地后期，根基未稳，宗门战备之事交给我们即可，你就好生回去稳固修为。1个月，我一定要尽快成长起来，不能再让师尊和宗门为我承担这一切，以报师恩。你也不要多想，如今你我修为还太弱，天武帝国100万雄师压境，正面战场上我们根本发挥不出任何作用。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修炼，不给师尊和宗门添乱，就是最大的帮助。师兄，我知道的。恭喜宿主突破大地境，您获得了地兵八荒圣戟，您获得了青帝不灭经，您获得了琉璃天衣。地兵八荒圣戟、琉璃天衣、青帝不灭经。系统这次真是下了血本了，这些可都是个顶个的无上宝物啊！八荒圣戟杀伐无双，琉璃天衣防御无敌，这下好了，有了这些宝贝，再加上我如今的战力，那石汉山是大地后期又如何？我未必没有一战之力。叶青云双目闭合，周身气息渐渐平稳，开始运转功法，稳固刚刚突破的大地修为。整个洞府陷入了一片寂静，只有浓郁的灵气在他身边形成一道道肉眼可见的漩涡。1个月了，大地后期的修为终于彻底稳固。石汉山，你的100万雄师应该也到了吧？终于还是等到了这一天。
赵师兄此言差矣。我辈流云宗修士守护宗门，乃是天职，何惜一战？身后是我们的家园，是流云宗千年的传承。今日为宗门荣誉而战，为流云宗的未来而战，死战不退。流云宗听令，开战！给我上！杀！为了流云宗的荣耀！这一切都是叶青云惹出来的祸端，结果他倒好，躲在宗门内不敢出来，真是将宗门置于危难之中。来得好！今日就让我徐振斌杀个痛快！给我跪！今天就让你们知道，我流云宗不是好欺负的。不知死活的东西！愿君听令，决天武屠神阵，百丈魔神虚影横空出世，那股睥睨天下的威压瞬间笼罩了整片战场，数百弟子瞬间魂飞魄散，一位长老的护体灵光蓦然碎裂。给我破！这就是天武帝国的底白吗？仅仅是战阵之力，就如此强大？赵成蛮力撼阵，却被战阵之力狠狠反噬。怎么可能？这战阵的威力竟然如此恐怖！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我去毁掉那个阵战。钱长老、赵长老，这里就交给你们主持全局。姬宗主，你的对手是我。叶青云呢？他不是已经突破大地了吗？怎么惹了滔天大祸，就只敢当个缩头乌龟吗？宇文言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！哈哈哈哈哈！你没有想到吧？10天在我流云宗，不仅至尊骨重新长了出来，甚至还觉醒了万古无一的重瞳。如今天赋足以镇压古今，成为圣地只是时间问题。说起来，我流云宗还要多谢你了。若不是你心狠手辣，我们又怎能收到这么好的弟子？不可能！至尊骨重生已是奇迹，怎么可能还觉醒重瞳？这绝不可能！
就算10天真的天赋恢复了又如何？没有成长起来的天才根本就不算天才。将你们流云宗夷为平地，再去将他抓来，再将他的至尊武和重瞳一一移植到其他人身上。你还真是一个畜生！哼，为帝者，心慈手软是大忌。今日便让你明白，大地与大地之间，一样隔着天堑。哼，刚刚不过是本将军一时大意，被你偷袭得手，否则你一个区区准帝，岂能伤到本将军分毫？现在去死吧！宇文言，你敢动我流云宗的人？快走！你不是他的对手。本地的字典里就没有“逃”这个字。逃？你们逃得掉吗？不可能！这股力量已经超越了寻常大帝后期。怎么可能？你才刚刚突破大帝，怎么会有这样强大的战力？他竟然压制了宇文言！这是何等妖孽的天资！哈哈哈哈哈！师叔牛逼呀！有救了，我们流云宗有救了！大帝后期就这点实力，我看你这大将军是白当了。不可能！怎么会败在你的手中？我是区区大帝初期。赢了！叶青云竟然真的战胜了大帝后期的宇文言，一个屹立于大陆之巅的大帝后期强者，就这么败了。好强的力量，再战下去，本将军必死无疑，必须逃！叶青云，此仇不报，誓不为人！哼，想逃？问过我了吗？如此休得猖狂！
大将军岂是你能追杀的？一群蝼蚁也敢挡我？拦住他，为将军争取时间。我们投降！宇文言，今日留你一条狗命，给本座好好活着，等着日后本座的弟子10天亲手前来将你诛杀。连准帝老祖也被一招秒杀了。败了，我们败了。赢了，我们赢了！叶氏无敌！叶氏无敌！赢了，我们刘云宗赢了！青云大帝之前是老夫有眼无珠，不该质疑您的决定，请您责罚。嗨，都哥们儿，说这些以后别再质疑你叶哥的眼光就行了。叶哥说的是，以后谁敢质疑你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你干什么？一身血。师叔，这不是太高兴了吗？您可真猛啊，一击就把那皇帝老儿给捅穿了。师叔，听说您没有孩子，我想给您养老，收了我吧。去！你若是不来的话，我就死了。我怎么会忍心你死呢？我一直以为我们之间不过是互相利用，各取所需。好了，回去之后安心养伤吧。谁能够想象得到呢？想当初，师祖将叶青云带回宗门，这小子每天好吃懒做，屁事不干，就知道在后山画他的黄色画册。哈哈哈哈！是啊，当初我还以为师叔祖老眼昏花，捡回来个祸害。
结果这才30多年，30多年呢！他竟也是手握圣级，一念镇压百万雄师的大地强者。是呀是呀，匪夷所思！我流云宗能得此人，实乃天佑啊！还是师叔祖的眼光好呀，为咱们流云宗挖掘了这样一个不是创造了这样一个旷世美玉。师尊，状况怎么样？天武帝国的大军……小场面，为师随手解决了。你们两个，给我听好了，3年之后天骄大比，你俩如果不能够在上面拿下第1和第2名，我定然要你们好看。师尊，您的恩情，弟子永世难忘。去，搞得这么煽情，赶紧给我滚去修炼。师尊您放心，3年后的天骄大比第1名，一定是我10天的。小伙，看到没有？你师弟说要拿第1呢，到时候你这个做师兄的，可不要败在了他手里啊！弟子不会让师尊失望的。这一次能赢于文言，一来是他轻敌，二来是八荒圣级与不灭金威力惊人。若论真实修为，我还远不是他的对手。大帝后期之位看似风光，实则根基未稳，我还需要时间沉淀。宗主，您怎么来了？伤势未愈，理应安心静养才是。你助我疗伤。这又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。可以了吧？我真的不行了。男人不能说不行。其实我也受了重伤。当日与宇文言一战，我被他的龙形剑气所伤，伤及了本源，一直在强撑着罢了。我们现在不就是在疗伤吗？不！妈的，这半个月差点给我炸成人干了。我必须要离女帝远一点了。系统，老子现在才发现你把老子坑惨了呀！我怎么也没想到，女帝这么猛啊！陛下，是我无能将罪人10天给带回来。退下，好好养伤吧。3年后便是天骄大会，10天一定会来的。你是谁？炎日宗大长老洛长河。洛长河，那个传说中早已踏入大地巅峰的强者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不知洛长老前来有何贵干呐？日前流云宗一战，天武颜面尽失啊！你们想要什么？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。我衍日宗和流云宗乃是世仇。你想要让朕的天武帝国打头阵？如果陛下能够咽下今日这口气，我衍日宗也可以用其他的办法。
赵师弟，我给你说一个天大的秘密，你可千万不要外传啊！嘿嘿嘿，徐师叔，你放心，我赵成的嘴那是出了名的严实，什么秘密到我这儿，保准赖在肚子里。所以，到底是什么秘密？咱们的宗主好像跟师叔有事情。什么？真的假的？那当然了，我前些时日亲眼看到，宗主他进了师叔的洞府，然后足足1个月都没出来。这件事情，你可千万不要外传。要是让师叔知道了，咱俩都得完蛋。师兄放心，我肯定不说出去。这事儿太大了。哎，赵成鬼鬼祟祟的做什么？长老，我给你说一个秘密，你可千万不要说出去啊！咱们的师叔和宗主已经结为道侣了。我亲眼看见的，宗主走进了师叔的洞府，整整1个月后，师叔才从洞府里出来。出来的时候，一脸虚弱啊！师尊，弟子有一事不明，想请教师尊。说，外面都在传您和宗主已经结为道侣了，这是真的吗？啊，你听谁说的？弟子不知，但现在整个宗门内人人都这么说，好像是从徐振斌师叔口中传出来的。好一个徐振斌，竟敢在背后造我的黄谣！师叔，您怎么来了？你竟敢乱传我跟宗主的谣言！哎呀，师叔，我没有啊！我怎么可能呢？师叔，您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乱说。你没有？那这谣言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吗？我和宗主是清白的，宗主只不过是前来询问我斗法感悟罢了。师叔，您放心，我信，我绝对相信。探讨感悟，探讨感悟。哎呦，我滚出我的青云峰，以后不准再进来。本次天骄大会乃是东荒第1势力无极宫所召开，届时各方天骄云集，龙蛇混杂，你们2人切不可失了我青云峰乃至整个流云宗的名声。弟子谨遵师命，必定不堕宗门威名。我的好哥哥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没想到你这丹田破碎的废物，竟然还能重新修炼。不过，希望你在擂台上不要遇到我，否则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绝望。属于我的东西，我会亲手拿回来，包括你胸口的那块至尊骨。就凭你啊！我等着你这个废物来取我的好哥哥。萧火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怎么，当年被你宁大小姐当众退婚的废物，如今登上了这天骄大会的舞台，你很惊讶？你就是当年那个被采薇一纸休书踹掉的废物，今日一见也不过如此。好一对奸夫淫妇！当年你宁采薇口口声声说要专心修炼，这才拜入无极宫几年，就跟这个男人勾搭在了一起。
我不知你走了什么狗屎运，能够重新修炼。但这一次天骄擂台，你最好祈祷不要遇到我，否则我会亲手用实力告诉你，我们早已是两个世界的人。那边擂台上，手底下见真章。徒儿，等上了天骄擂台，放开了打，往死里打，打死了算为师的。天大的担子，为师替你扛。弟子多谢师尊。欢迎各大势力的天骄俊颜前来参加我无极宫举办的这一届天骄大会。多余的废话，老夫便不多说。如今不知哪位天骄愿上来试试这天下英才？玄天剑宗任天愿领教各方天骄高招。是任天，他居然第一个上场。据说他乃是玄天剑宗百年不遇的剑道天才，一手快剑出神入化。他这是要给所有人一个下马威啊！刘云宗苏凡愿意领教阁下高招。一招，刘云宗就这点实力吗？真是笑话！还以为多了不起，原来是个废物，上来丢人现眼的。刘云宗萧火愿意领教阁下高招。又一个刘云宗的废物，下去，别脏了我的剑！一拳，我没看错吧？玄天剑宗的任天，一拳秒了。那是什么力量？太恐怖了！他真的是金丹境吗？混沌剑体是传说中的混沌剑体，他竟觉醒了这种体质。为什么你不早点觉醒？为什么偏要等到现在？混沌剑体，他怎么可能拥有混沌剑体？这种体质竟然比我无极神体还要强大！该死的！这位萧火小兄弟，可愿拜入我玄天剑宗？我愿立你为圣子，将来玄天剑宗宗主之位都可传给你。老东西，当着我的面挖我的墙角是吧？多谢宗主厚爱，但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在下并无改投他们的想法。哼，他果然还在看我，他心里果然还有我。混沌剑体又如何？还不是对我旧情难忘？刘云宗萧火挑战无极宫圣女宁采薇。萧火，当年的事情确实是我的不对，可我当时也承受了来自宗门和家族的巨大压力，你就不能原谅我吗？我可以补偿你的。贱人，到了这个时候了，还想去倒贴他？昔日因，今日果。因你一纸退婚，我萧家蒙受了10几年的屈辱，今日你我之间的恩怨就此了结。我认输，我投降。萧火，我无极宫圣女已经投降，你为何还要咄咄逼人，下此毒手？天骄擂台，生死有命。
出现死伤再正常不过。长老莫非想坏了规矩，以大欺小？啊！大地大圆满！无极宫周天齐挑战流云宗萧火，哈哈哈！废物，真不知你得了什么机缘，成了混沌剑体。今日我便让你再成任人踩踏的废物！不，我的修为，我的丹田，不！无子敢耳！怎么，大长老也想干扰擂台战斗？这周天齐可没说投降。可惜了，如此天骄，为何不是我玄天剑宗的弟子？干得不错，没给师门丢脸。流云宗石天挑战天武帝国石沉，石沉可敢应战？虽然不知道你这废物得了什么机缘恢复修为，但我能废你一次，就能废你第二次。今天我要亲手将你体内的至尊骨挖出来。不可能，这是至尊骨的气息，你的至尊骨怎么可能再生？拜你所赐，我的至尊骨涅槃重生。石沉，你那块偷来的骨头也配与我的相比？石沉，当年你夺我至尊骨，可有想过今日？父皇，救我！救我！住手！天骄大会，生死有命，你也要破坏规矩吗？石天，他是你的亲弟弟，你要杀了他吗？亲弟弟，他夺我至尊骨时，你怎么不说他是我亲弟弟？石天，竟然将你亲弟弟给废了！你这个孽障！住口！在他挖走我至尊骨的那天起，我石天就已经死了。现在的我与你天武皇室再无瓜葛。好一个再无瓜葛！你给我等着！天武皇帝节哀。大长老，这一次天骄大会结束之后，我想要和你们无极宫联手。哦，联手做什么？斩杀叶青云、季凝霜。好，本长老同意了。这一次天骄大会之后，石汉山和无极宫恐怕不会善罢甘休。那就和他们打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谁怕谁？我的意思是，这段时间你要好好陪我双修，争取让我突破到半步圣地境。这样的话，我就能抗衡无极宫，和石寒山联手了。妈的，真的又要给我榨干了！
经过这半个月的疯狂双修，我的修为终于再次突破，达到了半步圣地境。这下就算是无极宫和石汉山联手，也不是我的对手了。此次回归宗门，恐怕会有危险，你们要多加小心。师尊，是不是因为我和二师弟的事情连累宗门了？无妨。辽元宗，你们故意放纵手下弟子，废我宗门圣子。今日交出香火10天，我可放你们一条生路。交出逆子10天，否则流云宗今日覆灭。哼，让我跟他们走。师尊，你们这群狗东西还真的来了。叶青云，当年你坏我肉身，今日我要将你碎尸万段，以报此仇。当年没杀了你，还真是我的失误。不过今天，我肯定不会再犯这个错误了。石汉山，你知不知道你被绿了？出口！竟然敢污蔑陛下！怎么了？这么着急？石汉山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你这位忠心耿耿的爱将宇文言，可是和你最爱的香妃搞在了一起，还生下了时辰。亏你还将时辰当做自己的种。为了他，将自己亲儿子10天的至尊骨给挖了出来，真是天大的笑话啊！陛下，你可千万不要相信这叶青云的离间之法。哼，对付你们几个废物，还需要离间计，真是可笑。你以为本帝会相信你的鬼话？任你巧舌如簧，今日你都必死无疑啊！好险，差一点，当年的事情就暴露了。妈的，搞不好这宇文言还真的把朕给绿了。等回去了，朕定要好好调查一番。够了，既然不肯交出香火10天，那便一起死吧！3股半步圣地境威能汇聚，化作一道毁天灭地的攻击，撕裂长空。叶青云与姬宁霜对视了一眼，毫不畏惧地迎了上去。恐怖的能量碰撞瞬间炸开，非洲防护罩在能量余波冲击下剧烈摇晃。师尊，面对3位半步圣地，师尊和师娘真的能赢吗？5道身影被恐怖的冲击波震开，宇文言脸色煞白，内心惊骇，惊魂未定的看着对面毫发无伤的2人。姬宁双手掌轻轻一震，半步圣地一掌陨落。同为半步圣地，宇文言连一招都接不住。你们不知道的事情多着呢。季宁说，几年前你甚至都不是宇文言的对手，怎么可能？短短几年时间，你就成长到了如此地步？妈的，几年时间突破到半步圣地，你知道这几年我过的都是什么日子吗？我的腰啊！撤！怪物，这2个人都是怪物，留下来只有死路一条。半步圣地就这么死了，一招帝后他竟然也是半步圣地境，太强了！这就是师尊和师娘真正的实力吗？还差得太远。师尊深不可测，师娘更是风华绝代，我一定要变得更强，才能不负师尊的栽培。帝后也是如此，那我们的宗主究竟是何等恐怖的存在？你不能杀我！我乃不济公大长老，我们太上长老也是半步圣地，你杀了我，他绝不会放过你的。半步圣地，姬宁霜竟然是半步圣地，将来极有可能问鼎圣地之境，此等人物绝不能得罪。
路过此地，想不到这里的空间乱流还挺别致。不过这边的风景也并不是很好看呢，还是回宫吧。看来这无极宫的太上长老，也就是一个欺软怕硬的存在吗？如今事了，我们可以回宗门了。回家。禀报大长老，石汉山他死了。果然是个废物，连试探的作用都没发挥出来。谁杀的？是流云宗的叶青云当场诛杀。石汉山好歹也是大地境，叶青云竟然拥有斩杀他的力量。因为叶青云他已经突破到了大地后期。什么？这么快就修炼到了大地后期？我操！此子绝对不能留。宗主，大事不妙啊！洛长河迅速将叶青云修为暴涨、一掌击杀石汉山的事情说了一遍。此子潜力太高，不得不杀，不然1000年后，只怕流云宗将会再有一位圣地强者。届时，我燕日宗危矣。宗主说的是，必须动用底牌，将此子扼杀在摇篮之中。恭迎宗主帝后归宗。宗主，天骄大会之事，我等已经听闻。萧火与石天2位弟子力压各路天骄，为我流云宗扬名立万，真是可喜可贺呀！是啊，宗主慧眼识珠，收了2个绝世妖孽般的弟子，我流云宗大兴之日不远矣。只是宗主，我等有一事不明：萧火与石天在大会上诛杀了无极宫和天武皇室的天骄，以那2家的霸道作风，怎么会如此轻易就善罢甘休？他们没有派人来寻仇吗？善罢甘休？他们没这个机会，因为前来寻仇的人已经都死了。全都死了？可前来寻仇的必然是天武皇主石汉山和无极宫大长老白晨那等存在，他们可是半步圣地境的至强者。谁告诉你们，我流云宗就没有半步圣地了？帝后已然突破至半步圣地之境。恭喜苏主，您的弟子石天修为突破到了元婴大圆满，您获得了10000倍暴击，修为提升至大地中期。好小子，石天，真是我的好徒啊！我才刚突破大地初期，就给我送来这么一份惊天大礼。给我破！不错不错，大地中期的力量果然非同凡响。恭喜苏主，您的弟子萧火修为突破到了元婴大圆满，您获得了10000倍暴击，修为提升至大地后期。爽啊！开挂就是爽。师叔竟然又突破了，当真怪胎呀！
这修炼速度简直是逆天，可惜我已经无法再进入青云峰了。啊！你干什么呀？操！不是说了不许将这个秘密透露出去吗？我什么都没说呀！现在师叔不让我去青云峰了，不能沾染到师叔身上的仙气，我修为还怎么突破？都是你这个长舌妇害的！这真是人在家中坐，祸从口中出，我的嘴也没张开呀！宗门大比第1场，青云峰萧火对战传功堂叶云，比试开始。萧火胜。第2场，青云峰10天对战执法堂叶晨。呀！一招，又是一招！早知道我当初就该去拜入叶峰主门下呀！就凭你这天赋，也想拜入叶峰主麾下？做梦去吧！没看到叶峰主收的都是什么样的怪物吗？叶哥，你这2位弟子实力可真不弱呀，简直是横扫同辈呀！是呀，是呀，这一次宗门大比的第1、第2名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应当就是他们2人了。那是自然，也不看看是谁教出来的弟子。青云的眼光果然不弱，这2名弟子虽然心性不如他沉稳，但这身修为依然远超同辈太多了。宗门大比最终决战，青云峰萧火对战青云峰10天，比试开始。师兄得罪了，师弟，让我看看你这3年的本事。师兄，你很强，但第1是我的。师弟，你进步很大，但还不够。混沌青莲火都掌握了，不错。哼，师兄，我输了。本届宗门大比获胜者，青云峰萧火。师尊，弟子有了感悟，即将突破。心境圆满，水到渠成，安心闭关，为师护法。恭喜宗主，我那弟子近日也有感悟，不日便要突破。好，双喜临门。萧火突破已能助我当大地大圆满，再加10天弟子的突破奖励，或许能直接冲击圣地境界。快了，就快了！恭喜宿主，您的弟子修为突破到了洞虚境，您获得了10000倍暴击，您修为提升至大地大圆满。这个威压，是宗主又突破了！3天，才3天呀！叶青云修炼的太快了吧，这已经是人界所能达到的巅峰了。师叔啊，我真的错了，让我再回到青云峰聆听您的讲道吧。现在才知道错了，晚了。都是因为你，
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我怎么会被师叔惩罚？去死吧！恭喜宿主，您的弟子修为突破到了洞虚境，您获得了万倍暴击，您修为提升至圣地，您获得了圣兵九玄青龙剑，您获得了圣兵天龙铠。终于要突破圣地了，不容易啊！即便我开外挂了，也用了足足3年多。这就是圣地天劫吗？果然恐怖。来得好，就让我看看这人界巅峰的圣地天劫究竟有何威力。圣地天劫，宗主他竟然真的引来了传说中的圣地天劫，如此天威，人力如何能抗衡啊？圣地，是说他竟然要成圣了！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师叔啊！我到底都做了些什么蠢事儿？我错过了天大的机缘呐！痛快，再来！给我破！宗主渡劫成功了！恭贺宗主成就圣地之位！恭贺宗主成就圣地之位！成功了！宗主渡劫成功了！我青云宗出圣人了！恭贺宗主成就圣地之位！恭贺宗主成就圣地之位！真的做到了，创造了这人界万古未有的奇迹。恭贺宗主，此乃我青云宗万古未有之荣耀啊！宗主，您真的成功了。师叔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是我猪油蒙了心，求您饶了我吧！我真的好想要在您老人家的麾下听到啊！你离我远一点！你的鼻涕要是沾到老子的圣兵上面，老子扒了你的皮！我的修为已经突破到了圣地境，是时候去找衍日宗算账了。宗主，衍力宗实力雄厚，您刚刚成就圣地，不如再等一段时间。圣地出城，根基未稳，咱们得从长计议，不能操之过急。是啊，宗主，姬长老素言极是，此事还需从长计议。请宗主三思，不如再等等吧。哼，覆灭衍日宗，何须等待？别冲动，这样会出事情。别拦着我！你如今刚刚突破，不宜前往衍日宗，此事还需从长计议。发生什么事了？
这鬼呀，我快喘不过气了！是老祖，是老祖的气息，老祖他成功突破了。恭贺老祖获胜圣之剑，老祖千岁有奖，寿与天齐。老祖，您终于出关了，您可要为我们死去的弟子做主啊！全都是被那流云宗所赐，老祖，求您出手，为我们报仇雪恨。流云宗叶青云，好一个流云宗，竟敢在本座闭关之时欺我无极共无人，待本座将这圣地修为彻底稳固，便亲自走一趟，让他们满门上下血债血偿。多谢老祖为我等做主。流云宗，这一次老祖已是圣地了，我看你们还如何抵挡！我要让你们所有人都给大长老陪葬。叶青云、姬凝霜，你们的死期到了。叶青云，无极宫那边传来消息，他们的老祖陆泽楷出关了。不止如此，他已经成功突破，踏入了圣地之境。无极宫上下已经扬言要将我流云宗满门屠尽。圣地？我还以为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。那陆泽楷就算是圣地又如何？如今的我也是圣地，他无极宫也配让我流云宗惧怕？话虽如此，但岂有千日防贼的道理？一位圣地强者若是不顾颜面，铁了心在暗处对我宗弟子下手，只要那陆泽楷一天不死，他就像一柄悬在我流云宗头顶的利剑，弟子们日后还如何安心外出历练，如何修行？这好办，一个活了上千年的老东西也该入土为安了。我现在就去弄死这个老家伙。不可，你才刚刚突破，不可如此冲动。是啊，还是从长计议为好。从长计议？等他把圣地修为彻底稳固了再去费手脚吗？正因为这老家伙刚刚突破，根基不稳，才是杀他的最佳时机。好，那我陪你一起去。我如今已是半步圣地，虽不及你，但关键时刻至少能为你争取一席之机。你别想一个人去。他们竟然在举办圣地大典，如此招摇，不怕引来仇家吗？在他们眼里，我流云宗现在就是砧板上的鱼肉，随时可以宰割。这哪是什么大典，分明是在向整个东玄域宣告，他陆泽楷才是新的霸主。我突破圣地时，天地异象都让我给压了下去，至今没几个人知道。这老东西倒好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他要死，搞得这么隆重。感谢各位道友不远万里前来参与本老祖的圣地加冕仪式。从今日起，东玄域当以我无极宫为尊。恭贺陆老祖成就圣地，圣地万寿寿佳，无极宫千福永享，一统东玄。陆老祖突破圣地，如此大好事情，为何不邀我流云宗前来啊？叶青云，哈哈哈哈哈！原来流云宗的余孽，既然是前来观礼，为何不见贺礼啊？啊！不过我看你们二人两手空空，想必也没准备什么。别怕，就用你这颗大好的头颅来当贺礼吧。叶青云，我家老祖神功大成，还未动身去踏平你流云宗，你这黄口小儿竟主动送上门来，倒是省了我们一番功夫了。他就是叶青云，杀了无极宫大长老，
还废了圣子圣女的那个狂徒。这下有好戏看了。刘云宗今日怕是要彻底从东玄域除名了。谁说我没有准备礼物？刘云宗叶青云特意前来送无极宫太上长老上路。送我上路，就凭你们一个半步圣地，一个大地圆满，是谁给你们的勇气啊？敢在本圣地面前叫嚣！又一个圣地，他也是圣地啊！圣地，这不可能！你才多大年纪？不过30余岁，你怎么可能突破圣地之境？明年的今天，便是你的忌日。快跑啊！圣地打起来了！快逃！快跑啊！你到底是谁？东玄域何时出了你这号怪物？别杀我！叶圣地，我错了，我愿奉你为主，求你饶我一命。上次被你给逃了，这次可不会让你有这么好的运气了。快跑！想跑？叶圣地饶命！我等愿降无极宫，愿永世臣服于您。我知道宗门宝库的位置，有我宗1000年积累，我立刻带您过去。哼，臣服？你们无极宫也配？杀了你，他一样是我的。从今以后，世上再无无极宫。晚辈有眼无珠，参见叶圣地，恭贺叶圣地登临绝顶。我等参见叶圣地，恭贺叶圣地神威盖世，一统东玄。恭贺叶圣地神威盖世，一统东玄。恭喜宿主成功斩杀圣地强者，完成史诗级成就。您获得了万年修为，修为突破，圣地中期。刚才发生了什么？他杀了陆泽楷之后，气息竟然又变强了。杀了陆泽楷，他竟然又突破了，临阵突破，这怎么可能？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。一个传承万年的宗门，总该有些家底。
龙血果，这竟然已经是绝迹了万年的龙血果，无极宫之中竟然还有。这些东西都带回宗门吧。等消化了这些宝物，宗门的势力应该能够提升一些了。还有，尽快安排人手过来，接手无极宫剩下的资源和所有下属势力。是，我明白了。现在，我应该可以将衍日宗覆灭了吧？只是衍日宗的太上长老突破圣地境已经有1万多年，恐怕已经达到了圣地中期，不是那么好对付的。怎么，不相信我？你，等我回来，我们就成婚。青云宗出了个圣地，哼，真是天大的笑话。宗主不可小觑，那叶青云引来的天劫非同凡响，就算不是圣地，恐怕什么？我衍日宗传承万载，底蕴岂是那小小的流云宗可比？他若敢来，本座便让他有来无回。正好，本座的噬魂幡还缺一缕圣地之魂做主幡。这是什么力量？是圣地之威，是真正的圣地之威，他来了。圣地，这竟然真的是圣地威压！不知是哪位前辈驾临？我衍日宗若有得罪之处，还望前辈海涵。叶青云，怎么可能是他？他不是才刚刚突破大地后期吗？这才几天呢？圣地，他怎么可能是圣地？这绝不可能！圣地，那就是传说中的圣地强者吗？为什么圣地会降临我们衍氏宗？我们究竟做错了什么？完了，宗主和长老们，我们能抵挡得住吗？我们死定了！你们不是一直都想要杀我吗？怎么本帝亲自登门，反倒不认得了？你是叶青云？回答正确，奖励送你下地狱。完了，我们真的完了。宗主死了，大长老也死了，太上长老们的气息，西哥都感觉不到了。小子，你该死！是老祖，是必死关的太上老祖。老祖出关了，我们有救了。
老祖定能斩杀此僚，为宗主报仇。老东西，你终于舍得出来了。竟然杀了我炎日宗所有准帝以上的强者！怎么只许你们覆灭我流云宗，不许我登门讨债吗？好一个叶青云，你该死！当年的李莫阳更该死！老匹夫，你死到临头了，竟然还敢辱我师尊，你找死！老夫不活了，今日便燃烧我万载精血，将你斩杀之后，再将你流云宗满门屠灭，也算是对得起我炎日宗的列祖列宗啦！老东西，你气血都已衰败，早就该死，何必像个赖皮蛇一样赖在这个世界上？小子只会凭口舌之力！我这身上的天龙铠乃极品圣兵，就算站着让你打一天，你也打不死我。极品圣兵，这怎么可能？这下糟了！但是你燃烧万载精血，不过是回光返照，你的气血正在衰败，我拖也可以拖死你。不，老祖他逃了！完了，老祖都逃了，我们是真的完了，炎日宗完了。老东西，你能逃到哪里去？老东西，怎么了？精血燃烧完了？恨呐！为何流云宗出了你这一位妖孽啊？可以了，老鬼，冷千秋那群家伙都已经下地狱半个月了，你再不赶快点，就追不上。我死你也休想好过！自爆！自爆？你问过我吗？主角永远都会留给反派自爆的时间，可惜我是反派。圣地的场面这么大，死了竟然连老天爷都来送你一程。是圣帝，圣帝回来了！炎日宗的太上老祖陨落了，圣帝为我！之前宗门内有传言说，我和宗主要结为道侣。我纠正一下，那不是谣言，这是真的。操！师叔，你还说我造了你的黄谣？夫人，之前你叫我青云，我不挑你的理，但现在我解决了炎日宗，你说你要叫我什么？你这么多弟子看着，你干嘛呢？我的女神！
夫人真的不知道要说些什么吗？夫君，饶了双儿吧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3日后，本宗主大喜，举宗欢庆。恭贺宗主新婚！恭贺宗主新婚！夫人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夫君我可要来了哟。夫君，严师叔，整整10万年了，你这管理的下级咋还没有飞升上来的人奴？林城，把你的臭嘴闭上！我的事还轮不到你这晚辈来管。如果可以，我才不想管你的破事。但师叔挂在我的名下，少拿宗主来压我！你掌管引导神杯千座，油水捞尽，会缺我这里一个名额。若不是打不过这风道人，今日非得上去讨教讨教，撕烂他这张嘴。师叔说笑了，师侄虽然名义上掌管1000座引导神杯，但座下尚有5名掌事瓜分，实际平分下来不过200座，每一座的业绩都至关重要。那与我何干？下界一直没有突破天地境的人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既然师叔没办法，那就别怪师侄公事公办了。真当我不知道，是你这个老东西私自吸收下界灵气，断了他们的路。不需要圣地后期境界修为才进行引导了。天仙宗新令，上界矿场严重缺人，凡是圣地境中期，皆可进行强制引导。怎么回事？直接连后期都不需要了？有这么缺吗？啊！这些人是彻底脸都不要了吗？师叔，此事乃是上面的决定，还望师叔知晓。莫要为了些许小节，耽搁了天西安宗的大计。知道了。双儿，当初谁能想到，我叶青云竟然真的能娶你姬宁双为妻？又有谁能想到，曾经那个废物，如今竟然成为了圣地境的强者？夫君，怎么了？大喜的日子还不睡，发什么呆呢？没什么，恢复我只是想到了过去，想到曾经那个弱小、卑微、任人欺凌的过去。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提这个干事？怎么，夫君难道现在还怪罪双儿当初瞧不起你不成？好啊，夫人，看来为夫今日得好好管教管教你了。啊！天哪，那是……竟然是破云宗的前宗主惊破天。听说他自踏入大地后期，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。此等人物竟然亲自来道谢。哦，看那边，是万魔宗的老怪物。啊，血魔也出事了。哼，
我们流云宗宗主刚灭掉衍日宗，衍日宗圣地中期老祖的血到现在还没凉呢。啊！什么？衍日宗竟然是流云宗灭掉的？连圣地中期的老祖都死了，太可怕了！怪不得有这么多人来参加这个婚礼，这是来保命的呀！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感谢诸位参加我叶某人的婚礼。感谢诸位参加我叶某人的婚礼，来者是客，尽情畅饮。我等恭贺叶圣地新婚大吉！恭喜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一点小礼物，大家莫嫌弃。哦，是玄阶上品丹药！我等感谢叶圣地，我等感谢叶圣地。今日我以道运显化，再为诸位添上一礼。没想到叶圣地竟然舍得道运显化，这与公布自身的道统无异了。有圣地道运显化，我突破圣地未尝不可。好气魄，好星星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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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一个叶圣地！夫人，且随为父一去。夫君去哪儿？您双便去哪儿？开！这是神器呀！这是吾的夫君。丁，恭喜宿主与金凝霜结为道侣，奖励5万年修为。恭喜宿主修为提升，晋升圣地境后期，获得奖励终极仙道法诀一气化三清。一气化三清，这可是传说中的无上仙法，结个婚就有5万年修为，还有传教也是5万年。早知道打死我也得先结婚再说。宿主想屁吃！什么？就算你提前结婚，也绝对不可能有这么多修为奖励的。奖励是根据基础一步步叠加的，别得了便宜还卖乖。系统，你变了，变得让我觉得陌生。嘿嘿，你信个屁啊！夫君，为何突然动怒？没事，只是夫君我……下界叶青云，即刻飞升上界。什么鬼东西？是传说中的飞升。飞升竟然真的存在，这叶青云到底到了什么境界？飞升是飞升，师父没有说错，这个世界是有飞升的。为什么不是我飞升？我也是圣地境，我也是圣地境啊！
让我上去！呀！飞升，飞你个鸡毛啊！老子大好的生活刚要开始，老婆孩子热炕头，给我说飞升，飞你个大爷！夫君，夫人莫慌，待为夫把这该死的指引打散。哼！怎么可能？糟了，身体完全被封禁了，这是什么实力？夫君，我要离开双儿。大爷的，给老子放手啊！老子不飞升啊！谁爱去谁去，放我回去！系统，想个办法呀！我要没了！想个鸡毛，上去干他！干个鸡毛啊！这我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，怎么干呀？不要啊！凌霜，凌霜啊！老子刚结的婚啊，和夫人还没体验过几回啊！贼老天，你玩我！我不走。师叔，你尽管放心的去吧，师侄一定会帮你照顾好夫人的，绝不让师神受半点委屈。夫君，我要听他胡说，等双儿修为大成，定飞升上界找你。为夫在上界等你，夫人一定要来啊！飞升，那是飞升，只要顺着那道光，我也能上去。带上我，我要飞升，谁也不能阻挡我。我开！给我破！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感受不到力量了？我的修为呢？为什么身体这么虚弱？别试了，小子。不知前辈是？堂堂一圣地境强者，刚刚还要死要活的哭喊，现在倒是正常了不少。嗨，这不是情节需要吗？不知前辈，这里是？呀，你心里不是猜到这是哪里了吗？这里就是上界仙元界。仙元界？为何我的实力百不存一？现在的我，恐怕连下界的一个普通武者都不如。
参见师叔。晚辈奉命前来带领新的人奴前往矿场。人奴？哼，刚飞升的下界不易，还以为自己是一方霸主。到了仙元界，就是最低贱的矿奴，至死方休。刚入狼窝，又入虎口。还不跪下，受缚！人奴，这称呼一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该死，刚飞升就遇到这种硬茬，此地不宜久留。跑！怎么回事？我的灵力竟然飞不起来！哼，真是可笑！未曾转化仙元，就凭你这下界的浑浊灵气，在这天界寸步难行。小小人奴又能跑到哪里去？仙元，看来是这上界的特殊力量体系。别白费力气了，入了这接引台，你就是插上翅膀也跑不掉。晚辈初来乍到，不懂规矩，还望前辈指示。倒还算有点眼力劲儿。上界的灵气更高级，被称为仙元。所有飞升之人必须先把体内的下界灵气转换为仙元，否则日渐虚弱，修为倒退，早晚化成一捧劫灰。那敢问前辈，该如何转化仙元？这个问题，你很快就会知道了。师叔，既然人已验明正身，那我就先带走了。去吧，别弄死了。可惜喽，压了整整10万年，终究还是压不住了。有没有点道德？这算哪门子飞升？这什么狗屁仙元剑！圣地境强者，前辈。小子，不管你在下界有多牛逼，在这里你就只是一个矿奴。这些人曾经都是……没错，都和你一样，在下界呼风唤雨。老夫叫李豹，是这199号矿场的管事。既然来了，就认命吧。仙元界最底层，没有任何资源，飞升根本就是个骗局。所谓的飞升上来，竟然是来当免费劳动力挖矿的，还要挖1000年，飞个鸡毛啊！这就是个坑！不！别好了，赶紧干活。这次是真的想哭了。
1年才1块仙晶，这种速度想要完全转化仙元，需要1000块，那就是1000年。黑奴，这简直太黑奴了！这哪里是修仙，分明是送命！好强的力量！磨磨蹭蹭的，找打是吗？你呀，落平阳被犬欺，若在下界，谁敢动我分毫？还敢瞪眼？别打！仙公大人息怒！哼，贱骨头，不打不长记性。竟然是完整仙晶，这一块抵得上几百年的苦功。什么东西这么亮啊？完整仙晶，老子在这破矿场守了80年，都没见过这么大的！你欺人太甚！这明明是我刚挖出来的。你什么你？给脸不要脸的东西！滚一边去！这个归我了！再敢废话，老子打断你的腿！想我叶青云昔日何等风光，有多久没有遇到这等受辱之事？李超，当真是该死！给你。系统啊，你死哪儿去了？再不来，老子就要被人玩死了！本系统来啦！我已经完全接通这方世界，功能更新完毕，宿主现在起能够瞬间吸收仙晶进行转换。系统，你终于来了！你知道我这几天都是怎么过的吗？正常人吸收1枚仙晶需要整整1天的时间炼化杂质，但我有了系统，我可以瞬间吸收。也就是说，我挖到一个就能吃一个，完全不需要冒风险将仙晶带出去，更不用担心被李超那个杂碎抢走。干！这光芒又是完整仙晶，而且不止一个，替我端了。谁？还好没人看见。系统，给我吸！叮，系统吸收5块仙晶，能量储备充足。恭喜宿主成功解锁新功能——仙晶透视系统。透视？那这矿场岂不是成了我叶青云的后花园？叮，吸收5块仙晶，满足条件可以解锁仙晶透视系统。这还犹豫什么？系统，赶紧给我吸收！叮，吸收完成。系统开启仙晶透视功能。哇，哈哈哈，发财了！这一整片区域全是仙晶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发呆啊？没事，我刚才只是晃神儿，想起以前遨游天际的时候了。谁能想到我们在下界是一方霸主，费尽千辛万苦飞升，竟然是上来给人家挖矿的呀！若有朝一日给我得到机会变强，我必定将这些该死的家伙烧成灰烬。我有系统在身，对我而言，走上此界之巅只是时间问题，很快我就能把这天仙宗踩在脚下。
我已经吸收500颗仙晶了，按照每日100颗的速度，还差500颗就能将灵力完全转化为仙元。虽然我能透视，清楚哪里藏有仙晶，但这矿岩坚硬无比，需要我自己一锄头一锄头挖，太慢了。有没有办法能快速获得大量仙晶？你当我是没脾气的吗？什么？他竟然能接住我的鞭子！放肆！区一介矿奴还敢反抗？给我躺下！没断，这脚怎么软绵绵的？好弱的反线，我果然没想错。如我这般历经9重一劫，从下界杀上来的飞升者，如今我仙元不过转换了一半就能扛过，若是完全转换，这厮不对劲啊！下界之人虽强，可也不可能在未完全转换仙元时就能硬扛我这一脚。无非这厮已经转换了不少仙元，甚至命倒是挺硬，我看你能扛几次。给我老实点儿，下次再让我发现你偷懒，非得把你打残不可。区外援，他如何能够吸收这么多的碎仙晶？看来老天都要让我发财，我得好好思索该怎么从这小子嘴里把东西活生生掏出来。刚才那一脚虽然没伤到根基，但我当众驳了他面子，以此人阴暗的心眼，定然不可能如此就算了。既然已经被盯住，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。这李超心胸狭隘，今日虽暂时退走，但绝不会善罢甘休。那眼神，定然是在憋着什么坏主意。既然已经撕破脸，接下来必须时刻提防。还是吸收的太慢了。若是能完全转化仙元，重铸根基，到那时，我又何惧这李超？不行，我必须尽快提升实力。仙奴城鱼龙混杂，李超若要动手，这里是最好的买凶之地。老大，看清楚了，就是那小子，模样跟李监公画的一模一样。李监公可是发话了，这次要求我们彻底废了他，事成之后奖励3块仙晶。李超那人我了解，何须如此大费周章，花重金请我们出手？蠢货，急什么？这里人多眼杂，万一引来城卫军，有钱也没命花。等这小子离开仙奴城，再回到矿洞的必经之路上，那里荒山野岭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哼，老大威武，老大威武！到时候非把这小子的骨头一寸寸捏碎不可。管事大人，可否再容小人些许时日？但小人手头充足，定会分毫不差奉上，利息加倍也行啊！可笑，规矩就是规矩，说人人都和你一样，那我这仙境大还做不做了？喝西北风吗？来人！大人，再给小人些时日，小人上有老下有小，小人定感激不尽啊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需要你感激。将他仙骨挖出来，仙脉分离，然后再丢给矿场做苦力。
大人不要啊！大人，杀了我吧！大人！哈哈哈！这听起来怎么感觉这么熟悉啊？又说阿骨又说阿肉的，这也太点了吧！系统，你确定你能储存仙晶？别坑老子！丁，宿主，你不要这么慌张，相信系统，相信希望。废话，被包皮扒骨的又不用是你，你当然充满希望了。站着说话不腰疼。放心，只要宿主完全转换仙元，我就能够开启储存仙晶功能。安心啦，面包会有的，牛奶会有的，你的老婆也会回来的。我如今除了这坑爹系统，也没有什么其他可以依赖的，死就死吧。如果不拼一把，也是死路一条。我要贷款，能贷多少贷多少。我没听错吧？又来一个疯子！上一个敢这么说的，我记得连血都被抽干了，身体都成了那些大人的养料。又来了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。矿奴最高贷款500仙金，100年利息100分，1000年利息70分，低于100年按100年算，超时未还，身体所有权归仙晶贷。我操，这他妈也太黑心了！100分就是还1000，翻倍的还，到时候效率翻倍，区1000仙金，老子还是还得起的。好，我贷。哼。小子，这仙晶是我的了，你的命也是我的了。能追到这儿，必是矿场内部的人。不管是谁想杀我，都得死。老大，这小子真的是新人，飞得比我们还快。管他是不是新人，先500仙晶必须拿到手。只要拿到手，我就能晋升凡仙，彻底脱离这该死的矿奴身份。我也想成仙，杀进去！系统，全部吸收。凡仙镜，哇！真仙境界大能？不可能！怎么会是他？丁，恭喜宿主洗去尘缘，渡凡入仙，奖励10万年仙境修为，突破凡仙巅峰。丁，恭喜宿主突破凡尘，入凡仙境，寿命1季，奖励50万年仙境修为。本作叶青云，本作道名青云仙，于今日破灭凡尘，从此踏入仙路，仙凡永隔。我等恭迎真仙师叔，我等恭迎真仙师叔，天仙宗永坟。饶！